大家好，最近一直有乡亲私讯问我，平常少吃肉也不常吃海鲜，到底要靠哪些蔬菜来补充锌元素？这件事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完整、详细、实实在在地跟大家说明白。锌是我们身体绝对不能缺少的关键微量元素，举凡成长发育、细胞修复、味觉灵敏度、免疫系统运作，甚至伤口愈合的速度，全都少不了锌的参与。因此营养界更给它一个实至名归的美称，叫做智力之源，是体力之门。多数人都以为锌一定要从猪瘦肉、牛肉、牡蛎、鱼虾这类肉类海鲜才能补得到，但其实这个观念真的落伍了。在我们每天去的传统市场，菜摊里就有一大堆评价常见随手可得的蔬菜，锌含量一点都不输给肉类，只是大家不会挑、不会选、不了解，结果吃了一辈子蔬菜依旧缺锌，体力差，容易累，免疫力越来越弱。今天这支影片我完全依照蔬菜的锌含量，由低到高完整排出10大补锌蔬菜排行榜，每一种食材都会告诉你别名、原产地、营养价值、民间流传的美誉以及每100公克确切的锌含量。全程不讲废话，不卖关子，不推销任何产品，只讲最真实、最科学、最适合咱们长辈的饮食知识。平常爱吃蔬菜，家里有长辈小孩，或是想顾好免疫力、顾好体力的朋友，一定要先按赞、收藏、存下来，免得之后想用、想看，却再也找不到这支实用的影片。也欢迎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用最简单、最便宜、最安全的方式顾健康。接下来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，一口气介绍到第1名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你平常经常吃却不知道这么营养的蔬菜。第10名是青花菜，又称绿花菜，原产地来自意大利，大约在19世纪末期传入华人地区。青花菜最厉害的地方在湾营养含量高，种类齐全，均衡度极佳，各种矿物质表现特别突出。除了锌之外，钙、磷、铁、钾、锰等人体必需元素一应俱全，维生素种类也完整丰富，因此长年以来一直拥有蔬菜之王的美誉。加上它热量极低，膳食纤维非常充足，不管是顾肠道、控制体重、调整体质都非常合适，也是健康餐减重菜单中最常出现的食材。每100公克青花菜的锌含量大约是 0.74 毫克。第9名是苋菜，市场上主要分为红苋菜与绿苋菜2种，是台湾4季都能轻易购得的平价叶菜，整体营养价值极高，尤其铁质与钙质在蔬菜中名列前茅。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C 的表现也相当亮眼，能帮助抗氧化、顾眼睛、补气色。民间更流传一句经典老话：6月苋菜补胜鸡蛋，7月苋菜金不换。从这句话就能知道，苋菜的养生价值从古至今都备受推崇。每100公克红苋菜锌含量大约是 0.7 毫克，绿苋菜锌含量更高，大约是 0.8 毫克，因此排在青花菜之前。第8名是菠菜，别名鹦鹉菜、赤根菜、波斯菜，原产巴黎古代波斯，也就是今日的伊朗，是每个家庭餐桌最常见、最平价、最实用的蔬菜之一。菠菜营养丰富又均衡，素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，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充足，更富含叶酸、辅酶 Q10 这类对心血管、新陈代谢极为重要的营养素，对维持健康、减少疲劳非常有帮助。每100公克菠菜锌含量大约是 0.85 毫克。不过我一定要再三提醒各位乡亲，菠菜虽然营养好，但草酸含量偏高，直接食用会影响矿物质吸收，也可能增加身体负担。因此吃之前一定要用滚水快速烫过，把多余草酸去除，这样才能吃得安心，吃得健康。第7名是平菇，只要是菇类，营养价值通常都相当亮眼。
评估的氨基酸种类齐全，而氨基酸是建构身体组织、修复细胞的基础。也正因氨基酸充足，评估吃起来自然鲜甜细嫩，口感绝佳。特别是多数食物缺乏的亮氨酸、赖氨酸，在评估中含量丰富，矿物质整体表现也极为优异。每100公克评估的锌含量大约是1毫克。第6名是新鲜香菇。香菇原生猪啄，是世界第2大食用菌，也是华人饮食文化中历史最悠久、声名最卓著的珍贵食材。肉质肥厚细嫩，香气独特浓郁，滋味鲜美无比，同时营养丰富，属万标准食药同源食材，兼具营养补给、身体调理、保健养生价值，因此有蘑菇皇后的美誉。香菇更含有独特的香菇多苲、有机碱、香菇嘌呤、核酸等成分，都是对调整体质、维持健康极为有益的天然物质。每100公克新鲜香菇，锌含量大约是 1.04 毫克，比评估略微高出一些。第5名是韭苔，也就是韭菜开花前抽出的嫩茎，外观长得与蒜苔相似，但更细、更短、更嫩，口感清脆并带有独特香气，不只是料理中食用的美味蔬菜，也是传统养生里相当重视的保健食材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调理体质，减少疲劳感。每100公克韭苔的锌含量大约是 1.34 毫克。第4名是新鲜蚕豆，又名蓝豆、胡豆、兰花豆，大约弥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国，是历史极为悠久的豆类蔬菜。新鲜蚕豆可直接炒、煮蒸，口感绵密香甜，老少咸宜，同时更是制作豆瓣酱最重要的原料，用途广泛，营养价值出色。每100公克新鲜蚕豆锌含量大约是 1.37 毫克。第3名是豌豆，原产白地中海沿岸与中亚地区，是全球最重要、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之一，全身上下都是宝，种子、嫩荚、豌豆苗、嫩茎、嫩叶皆可入菜，运用弹性极高，特别是新鲜豌豆苗，口感清脆，香气迷人，是春季最受欢迎的鲜甜野菜。豌豆本身更有水果蔬菜的美誉，豆粒带自然清甜，并营养均衡全面，微量元素钙、钾含量高，维生素 C 也特别丰富。每100公克豌豆锌含量大约是 1.7 毫克。第2名是新鲜毛豆。毛豆其实就是尚未成熟、保持新鲜状态的黄豆，在中国已有超过5000年栽培历史。原生角，中国南方地区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作物，营养价值高到令人惊艳，脂肪含量大约2%，蛋白质含量将近4%，远胜一般蔬菜，更富含多种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与矿物质。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更是所有蔬菜中的第1名，高达 4%， 比一般认知的高纤芹菜还要高出许多，能帮助固肠道、稳定胆固醇、调节血压。毛豆晒前后即为黄豆，是豆腐、豆浆、豆干、豆干等所有豆制品的核心原料。在早年肉类、蛋奶不足的年代，豆制品是所有中国人最重要的蛋白质与脂肪来源，因此毛豆被誉为豆中之王，一点都不夸张。看到这里，各位应该也能发现，豆类蔬菜的锌含量普遍极高，是补锌的隐藏冠军族群。第1名是口蘑，这是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白色野生菇类，野生口蘑产量极少，价格昂贵，过去只有权贵得以品尝，现今市场多为人工栽种，虽然价格略高于一般菇类，但风味依旧鲜美绝伦，无论煮汤、快炒、火锅、炖煮都极为合适。每100公克口蘑的锌含量高达 9.04 毫克，这数字在蔬菜界堪称惊人等级，是名副其实的补锌冠军，含量大约是猪瘦肉的4倍之多，因此也被人们誉为素中之荤，是不吃肉、不吃海鲜的朋友补充锌元素最强大的超级食材。其实我们平常想补充锌元素，
真的不需要花大钱购买保健产品，更不必勉强自己吃不喜欢的肉类或海鲜，只要多吃今天介绍的10种蔬菜，特别是豆类与菇类，搭配日常豆制品与无调味天然坚果，饮食均衡，吃得天然，吃得正确，摄取充足，身体自然会越来越稳定，体力越来越好，防御力也越来越足。锌摄取充足的人体力较好，精神饱满，伤口恢复快，味觉灵敏，这些对咱们中老年人来说都是维持生活品质最重要的关键。我在社区服务健康讲座的时候，时常看到许多长辈免疫力差，容易疲倦，感冒迟迟不愈，伤口恢复缓慢，其实有不少原因来自长期缺乏锌这种微量元素。可是大家却不知道，只会不断花钱买保健产品，花了钱不说，有时还吃得不安心，不踏实。事实上，最好的补充方式就是从每日饮食，从新鲜天然食材中自然摄取，这样最安全、最有效，也最符合身体需求。我今天把10大补锌蔬菜整理得如此详细清楚，就是希望各位相信，各位长辈不要再花冤枉钱，不要再吃错食材，用最简单、最便宜、最贴近生活的方式，把自己的身体顾好。我也真心想跟大家说，健康从来不是依靠昂贵产品，而是依靠每天的小小选择。你今天选对一种蔬菜，明天选对一种食材，长期累积下来，身体的感受绝对会明显不同。尤其是中老年人，代谢变慢，吸收变差，更要挑选营养密度高的食物。而今天介绍的这些蔬菜，正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食材，小小一把，营养满满，对身体的帮助超乎想象。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家常菜。老一辈常说菜根香，最养生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最平凡的食材往往藏住最珍贵的营养，只是我们平常不了解，没注意，让宝贵营养从身边悄悄溜走。现在大家知道了，以后上市场逛菜摊就可以特别挑选今天介绍的这些蔬菜，轮流吃，交替吃，均衡吃，不用天天吃，只要长期稳定摄取，身体就能获得足够的锌。我在这里再帮大家快速重点整理一次：青花菜、苋菜、菠菜、平菇、香菇、韭苔、蚕豆、豌豆、毛豆、口蘑这10种蔬菜，就是台湾市场最常见、锌含量最高的10大补锌食材。其中豆类与菇类又是表现最突出的族群，尤其是第1名的口蘑，更是堪称蔬菜界的补锌之王。只要你把这10种食材记起来，以后补锌完全不用烦恼，不用困惑，不用乱花钱。当然，我也要再次温馨提醒各位，饮食最重要的永远是均衡，不是只吃单一种菜，而是各种颜色、各种种类的蔬菜都要摄取。今天吃叶菜类，明天吃菇类，后天吃豆类，多样化摄取才能让身体获得完整全面的营养。另外，菠菜、苋菜这类草酸偏高的蔬菜，记得一定要烫过再食用，去除多余草酸，不仅口感更好，也能让矿物质吸收率提升，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。还有，食材一定要新鲜，蔬菜买回家尽快食用，不要放置太久，放越久营养流失越多。新鲜现吃才能吃到最完整、最珍贵的营养。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据营养学官方资料、卫生单位公开资讯整理，没有夸大，没有偏方，没有不实宣传，完全符合正确健康饮食指引。大家可以放心参考，放心食用，放心照住吃。我经营这个健康频道的初衷，就是希望帮助更多中老年人用最简单、最接地气、最不绕弯的方式，学会照顾自己的健康，不花冤枉钱，不吃冤枉苦，不被不实资讯误导，吃得安心，活得自在，过得有尊严。我知道很多长辈平常舍不得吃，舍不得买，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家人。但是我真心想跟你说，你把自己的身体顾好，
就是对家人最大的帮助，最大的负责。你健康快乐，不用烦恼病痛，家人才能放心，才能安心工作，才能好好过日子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爱自己，好好吃每一餐，好好选对每一种食材，这就是对自己、对家人最值得的投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、对家人、对身边的朋友有帮助，麻烦帮我一个小小的忙，点赞、收藏、转发分享，特别是分享给家里有长辈、平常吃素、喜欢吃蔬菜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实用又重要的健康知识。你的一个小小动作，一个简单分享，就能帮助别人避开错误饮食，少花冤枉钱，少走健康冤枉路。这是一件非常有温度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，也请你务必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之后我分享更多实用养生知识、食材排行榜、中老年专属饮食观念、简单料理技巧，你才不会错过，不会漏掉。我每一支影片都是用心整理、用心查证、用心讲解，不搞复杂术语，不卖产品，不绕圈子，只用最简单、最贴近咱们长辈、最道地台湾的口吻，把真正有用、真正能帮助你的健康知识传递给大家。我始终坚信，最好的医生是自己，最好的医院是厨房，最好的药物是天然食物。只要我们吃得对，吃得均衡，吃得新鲜，吃得确实，就能远离不必要的病痛，过住有品质、有活力、轻松自在的老年生活。最后，我也想真心跟各位说，无论你现在几岁，无论你过去饮食习惯如何，从今天开始改变，永远都不会太晚。少吃一口没营养的食物，多吃一口对身体好的食材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健康差距就会越来越明显。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透过正确的饮食观念，把心补好，把免疫力顾好，把体力顾好，把生活品质顾好，每天睡得安稳，吃得开心，走得稳当，活得健康又快乐。祝福大家身体强健，平安顺心，笑口常开，家庭和乐，事事如意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。